跟我去啊！枕頭山基石。进南山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爬桃園枕頭山，這是最新整修完畢的登山步道。我上一次爬枕頭山是在2007年，19年前呢。哇，時間過得真快。當年來爬枕頭山，是因為這座山是著名的古戰場，大清帝國時代、日本帝國時代都曾經在這裡與泰雅族發生激烈的戰鬥。我當年爬枕頭山，只爬到主峰而已，沒有走到西峰。那西峰是日本時代南角監督所的所在地，那邊有古炮台遺址。今天就從登山口這裡出發，然後登頂枕頭山，再走往西峰，然後再從那邊下山，走我後面這條產業道路回來。那我們現在就出發了。從這裡出發，走125公尺就會抵達登山口。枕頭山古炮台歷史古道。枕頭山登山口就在民宅旁邊，這裡有步道地圖。我們現在這個登山口是位於東入口，那待會登頂枕頭山主峰、西峰，然後從西入口這邊下來。那這條是產業道路，就回到東入口，剛好是環狀一圈。哇，這是新整修完畢的步道，枕頭山步道。現在有鋪設防枕木的石階。那旁邊的民宅有提供4人廁所，每次20元。現在上午8點鐘，氣溫宜人。今天是雙人來爬枕頭山。前面這裡有產業道路，往枕頭山主峰701公尺，已經走200公尺了，所以枕頭山登山步道大約不到1公里就可以登頂了。這是農家種植的竹子，前方步道開始陡上。旁邊這是我記憶中的舊路，那邊還有登山條。這是枕頭山登山步道最陡的一段。我印象中當年沒有看到這麼優美的竹林。抵達0.4K， 這是保安林界石，沿途可以看到這樣的保安林界石。從登山口出發已經走了20分鐘了，這邊有一段陡上。這裡是高架的棧道，可以想象以前要登這一段是非常的辛苦。現在走來非常輕鬆，就像爬樓梯一樣。這裡接泥土路，前面還有枕木土階。爬上來稜線，800公尺。主峰快到了，從登山口出發，大約走了35分鐘，我們即將登頂枕頭山主峰。枕頭山主峰，枕頭山基石。进南山对不对？一等卫星控制点。今天晚上不是大家在客廳喝酒嗎？很管得上。這裡也有一等衛星控制點。枕頭山主峰，接下來就繼續前進枕頭山西峰。這段山徑就是我以前沒走過的路段了。
主峰往西峰的山徑就比較原始質樸，這也是因為這一段山徑比較平緩，所以並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建設。走了1公里了，現在開始下坡了，前面要開始慢慢爬坡了。這裡有左岔路，這邊綁有登山條，不過路徑已經不明顯了。這是往枕頭山西南峰，只有登山客才會造訪，來回大概要40-50分鐘。繼續走往西峰。1.8公里，前面有觀湖休憩點。這邊是觀湖休憩點嗎？這邊隱約可以看到湖景，不過樹林太密了，隱隱約約的湖景而已。稜線山徑時而上坡，時而下坡。2.2公里處，這裡有岔路。這個岔路口沒有任何指標，我們繼續前行。從枕頭山主峰出發，也大約是走了35分鐘。我們即將登頂枕頭山西峰，2.4公里。前面就是枕頭山西峰。日本时代的南角监督所遺址，當年日本政府在這裡設有炮台。這是僅存的南角監督所石碑。南角監督所遺址。枕頭山西峰，又稱阿姆平山。這是台灣總督府設置的圖根補點。枕頭山西峰這邊的導覽解說牌提到，日本時代日本政府為了覬覦台灣山地的樟腦資源，所以當時由阿姆平進軍枕頭山西峰，在這邊設置炮台，準備鎮壓這邊的泰雅族人。這樣的歷史當然只介紹一半而已。事實上是從大清帝國時代光緒元年，大清帝國在台灣正式實施開山理蕃。那後來在大嵑坎設立全台復墾總局，然後積極的開發台灣山地的樟腦資源，所以與泰雅族在枕頭山這裡發生過激戰。只是大清帝國的軍事實力還不足以鎮壓泰雅族人，直到日本時代，日本政府才成功的征服泰雅族人。所以事實上，日本帝國是完成大清帝國的遺志，對泰雅族來講都是侵略者。现代的游客可能感到困惑：枕頭山西峰為什麼叫做阿姆平山？阿姆平不是在湖的對岸嗎？事實上，100多年前沒有石門水庫，所以阿姆平到這邊是不用搭船到江母島，然後爬上來阿姆平山。這是地理的改變，造成我們現代人的錯覺。我們現在離開枕頭山西峰，那就走到西路口。就沿着產業道路走回登山口，走回東路口我們停車的地方。如果是開車過來的話，就是北橫公路到枕頭山商圈的時候，那產業道路進來，大約1點多公里就可以抵達東路口。那這邊沿途都有一些路邊空地可以停車，但假日可能就會比較不好停車。我們現在往下走了，接下來就是土石路。這是農路，
2.6公里。2.8公里，所以枕头山步道長度大約就是2.8公里。這邊接產業道路，左岔路就往薑母島，往薑母島遊客中心還有1.44公里。我們今天就不過去了。這邊往薑母島還要一路陡下，那再爬回來的話太辛苦了。那薑母島其實也不是一座島，而是石門水庫完工之後宛若一座孤島，必須透過船運才能對外聯絡。那當然現在也有產業道路可以對外聯絡了，不過遊客通常都是從安母坪碼頭那邊乘船到薑母島，然後逛一逛再乘船回去，大概很少會從這邊進入。這邊的指標寫枕頭山西登山口509公尺。剛剛那個指標就讓我有點困惑，這裡不就應該是西登山口嗎？為什麼西入口還要走509公尺？我們從這裡走回東入口的停車處，大約3公里吧。這條道路是薑母島對外唯一的聯絡道路。這裡可以望見石門水庫的湖景，前面就接更大的馬路了，所以西入口的標誌是設在這裡。剛剛走的這條下山的道路，就是薑母島因應水路中斷的時候的對外聯絡道路。雖然從枕頭山西峰原路折返，可以走優雅的森林浴路線。不過登山客就是喜歡走環狀路線，所以我們現在踢馬路了。砍掉了，都長出來了，有2隻哎。這是綠色小恐龍，這裡有2隻。Google 地圖有標示。哦，這裡是時代的眼淚。可能是被丟棄之後移來這邊作為路邊的裝飾吧。現在是一路下坡，有漸入佳境的感覺。我們快回到枕頭山步道的東入口了，回到環狀路線的起點。我們今天這樣的枕頭山環狀健行路線，大約走了將近3個小時。這條登山步道大概是難易適中吧，我也不能說太簡單，畢竟有一段陡上的路段，但是也不至於太困難。那我們今天的枕頭山之旅就到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